咱们在画速写的时候呢，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被照片牵着走。当你对造型、对结构缺少掌握的时候，很容易就被照片带着走。照片是什么样的，你就去一五一十的去抄。那么如何我们才能够摆脱照片的束缚，主观的、主动的去画一张人体速写，或者说画一个人物速写？首先，我们就需要对人体的体块有所掌握啊。我们来画一下这个人。首先呢，从他的头顶往下走到膝盖到脚尖，先概括一个趋势，这一条线，这里是一个微弱的转折点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抓到纸上，然后再从他的后脑勺到肩到膝盖折过来，后脑勺的位置、肩膀的位置、膝盖的位置，这几个点位之间的位置关系啊，需要相互去比较，反复去比较。两个膝盖的位置是差不多的，这边略低一点。然后从这个膝盖到这个脚尖做一条线，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几何形。那么这个趋势呢，平移过来，正好能够对应得上。这就是这个人物的几何形第一步的概括。然后在这里切掉一个复形，这里切掉一个复形，这里再切掉一块，这个形呢就越来越接近这个人了。这里是横着过来，这样我们大概得到了一个人的几何形。这个几何形呢，在这一步不用绝对的准确，基本准确就可以，没有比例上太大的失误就可以继续往里画。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往里去添体块。先看这个头啊，这个头是往侧面偏的，转过去，然后再偏过去。它的正面脸看到的比较少，我们先把它概括成一个偏方的体块。在这个角度下呢，微微能够看到一点它的底面。然后是它的肩、颈部，我们先不用管。胸腔是微微向前倾的，所以呢能看到胸腔的顶面。那么从侧面的视角来看，胸腔应该是这个角度往前倾，然后头部应该是这个角度，有一点偏，稍微有一点低，然后腹部微微受一点点挤压。它的胯部是底面是放在这个平面上的，这样才能够坐下。如果说是正常站立的情况下，胸腔微微向后仰，胯部和胸腔后边这里是挨得比较近，胯部是这样子的。像他坐着的话呢，胸腔往前，胯部往前，然后腹部才挤压。微微受挤压的腹部，然后它的胯部体块，这个角度呢变化就没有那么多。然后它的这边的大腿斜朝前伸出来，两个胯呢也是向两侧打开的。从侧面的视角看，它是往前伸，因为它也是往侧面伸，所以说大腿的长度呢没有太长。这个横截面的形状也比较圆。然后这是肩关节，手臂往前伸，小腿呢折过去，另一侧的大腿也是往另一侧伸。从侧面看，这个视角来看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是膝关节的正面，然后我们找一下它的肩、头，因为头往这边偏，所以头离这边的肩头要更近一些。因为手臂这个柱体是往前伸的，所以说它的横断线、横截面是向上弧的，这样的话能够感受到这个圆柱是往前伸的。因为这个模特呢，它比较有肉感，它的结构感没有那么强，然后形上面的这个小特征啊就比较微妙。手背和手指概括成两个面。然后这个是胸的底面，整体的一个底面。然后是腿，这个腿呢是向侧面打开的，基本上我们看到是腿的内侧面，所以说它的横截面这里呢就没有太大的弧度，略平。然后它的膝关节概括一点，小腿微微的往前撇一点，所以说这个弧度向上有一点。因为这个腿离手呢还是比较近一点的，所以说把这个腿又往里边挪了一些。我们第一步概括的形状并非绝对准确，我们在
后续往里面画的时候，也要反复的去比较、去调整，最终确定一个更加相对准确的形状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人体的一个基本的体块结构。每一个体块在空间中的状态、朝向，基本上呢也都了解了。然后我们把头这个体块再细化一点，头的正面看起来比较窄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是眉弓，这个是颧骨，颧骨连接的是耳屏，也就是耳朵的位置。这里是侧面，这里是半侧面，这是颈部的圆柱。然后鼻子的位置，尤其是画头部啊，我们一定不要着急去画五官、刻画五官。在以往的教学经验中，发现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只勾了一个框就开始填五官，那个五官的位置啊、五官的造型啊，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。先确定好头部的整个基本的正面、侧面，然后五官的位置，然后是五官的透视关系。像这个的话，它的五官呢就是整体的透视线，它是往这边倾斜的。尤其这种小的、特别小的东西，很容易被忽视。像这个嘴，我们在画这个嘴的时候，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啊，就是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，就没有去管它的角度啊，直接按照以往的习惯，就把嘴画成了这个样子。其实它这个嘴每一个角度它都是有微妙的变化的。像这个嘴的话，口缝线是最能够体现它透视的，然后上面呢，人中所在的位置，也就是中线。只有分清楚朝向面，我们才能够把它的体块、它的结构交代清楚。这样一个嘴，它的角度看起来就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有了体块以后，我们再往体块上去穿衣服，就方便多了。下面咱们把这个体块呢穿上衣服。我们从头发这里开始吧。有了前面这个详细的体块结构，我们再去画五官，至少它位置不会出错。然后我们再把它的五官的具体的造型啊、结构啊掌握清楚，那么你在画头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。头部在人体中，它的面积啊看起来比较小，但是呢，它的结构呢是非常多的。稍微不注意，头就会画跑偏，五官就会出问题。头一旦有问题，它就会影响你整个画面的质量。头发先以概括的方式把头发的轮廓找清楚。这个阶段呢，不要去过分的纠结发丝，发丝也是初学者特别容易较真儿的地方。然后它这个耳朵呢，基本上是被遮住的，但是由于我们体块找的比较清楚，耳朵的位置是基本确定的，露出来的这一点它也不会有问题。如果不懂它的体块结构，直接照着照片抄，然后推着去画，这个位置就很难画准确。下颌底、下颌角，然后下颌的底面，我们可以用手指揉一下，加一个面，让这个头部的体积感更加的强烈。因为它肉感比较强，所以说它的锁骨呢没有那么清楚，大概齐带一下就行。然后往下我们去画它的衣服，这个衣服的造型比较复杂、丰富一点，但是呢，我们只要把衣服挂在这个形体上，绕着这个形体走，就不会出太多问题。像这个袖口，直接就是绕在上面的。有了对体块的掌握，再去画这个速写就非常的容易，而且会非常的主观，非常的主动，不会被照片带着走，不会陷入照片主导的窘境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画，照片只是辅助，画出来都是我们想要的，我们理解的。还有一些小花装饰。而且我们用体块的方式去画速写在照片不是很清楚的时候，参考不是很清楚的时候，也能够猜个8、9不离十，不会因为图片中、参考素材中没有细节，你就画不出来。这边是对称的，这一侧也有一些小花类的装饰，而且内在的结构和外部的轮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清楚。它这个衣服的造型，在它的侧面有类似于就是鞋带的那种造型装饰，
而且呢比较紧，比较贴身，所以说褶不是那么的多。这样的话，你画的每一笔你都很清楚你在画什么。我们知道这个体块的朝向，这个体块的横截线的弧度，在画这个裙子边的时候呢，也很容易就绕在这个体块上。手臂在腿上有一个投影，这是一个褶。后面垂下来的这个裙子，这个裙摆呢比较碎，你尽量概括，然后也尽量表现它的特征。然后腹部这里有一些受挤压形成的小衣纹。即便里边的衣褶呢看不清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只要知道它的体块长什么样子，然后衣纹的规律是什么，完全可以猜测出来，而且猜得非常合理。而且这样的话呢，不会去抄照片，对衣纹呢会有一个主观的处理，可以进行主观的取舍，增加整个画面的节奏感。这样我们就把他的衣服合理的给他穿上了。这是每一步都是带着理解去画的，画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轻松，而且非常的有目标性、有目的性，不会说是抄着照片抄着抄着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。那么这么画呢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于默写，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体块，你看我们可以推测出各个角度的这个状态，我们还可以呢给它变换服装。我们还拿刚才这个体块来说，我们再画一个这个体块，头偏过去，颈部接过来，这一侧的肩，这一侧的肩的位置在这儿，两个手臂，两个圆柱往前伸，然后手拄在这个座子上，这个腿折进去，大腿呢往前伸，并且髋关节向外打开，这个腿呢也髋关节也向外打开。我们画每一笔都是带着前面的经验，分析一遍之后，你必然会记住这些。如果你抄照片的话，你抄过去之后，你画过什么你自己都忘了，这就是掌握体块的重要性。我们可以直接就默写出来这个体块。那我们再给它加一个不一样的衣服，把这个面部呢简化一点，给它加一个短发。然后给它加一个什么衣服呢？清凉一点的。这个人物比较瘦，所以说他锁骨呢可以给它画出来。如果是这种比较修身的、比较贴身的衣服，它的小褶就会比较细密。它这个腰部呢是这样的一个圆柱，褶就是绕在这样的圆柱上，找一点这种主次关系疏密，让它不要乱，有点节奏感就可以。然后给它穿一个短裤，短裤这个边呢带一些这种穗儿，然后整个趋势也是绕在腿的圆柱上，在髋关节这里会有非常明显的折痕、衣纹。伸进去这里不受光照，
整体呢比较暗，衣褶大概符合规律，然后把它含在一起，强调转折。这个呢也是强调这个体块、胯部体块和腿部体块的衔接关系。那这样我们就能够默写出来一个不同的角色了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给它加其他的衣服，比如加一个休闲一点的、宽松一点的 T 恤。宽松一点的话，它在这个腰部这里就会有更多的堆积。这个是胯部，这个是腿部。然后这个膝关节它是折叠的比较狠，所以说这里的褶会比较密、比较紧实。两侧胯之间呼应的衣纹也会比较勒得比较紧，因为两侧胯在向两边打开。我可以给它任意去换衣服，只要掌握了这个体块的特征和衣纹规律。然后对于体块的训练呢，我们有2本练习册。这个牛皮纸封面的是第1本，里边有详细的局部的体块练习，可以描摹，然后也可以进行填色、标记名称，来进行人体结构的训练，还有五官的具体造型。然后这一本呢是第2册，第2册的话呢是以人体的整体、人物的动态、衣纹的规律为主。其中呢包括这种几何体块的人体，就是方体、柱体、球体，还有自然体块的人体。自然体块呢就是更接近于人体自然造型的，就是它带一些肉感，但是呢还是这种概括的体块。如果对人体呢有一定的经验、有一定的掌握，建议呢先从第1本开始，